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继续在从化温泉大道，到这边呢是玉泉大道，前方呢就是从化马场，曾经开亚运会的地方。听说呢，这边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这种跑马之类的活动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现在应该是香港跑马协会的一个马场，就他们把马到这边来进行保养、训练啊，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呢就准备骑过这个马场。这个地方就是马场了，但是不让进，我们就拐弯，继续顺着玉泉大道往前走。就在这么环境优美的地方搞这么一个马场啊，选址应该不错。但是呢，你要搞什么活动啊，大家到这边来就不是很容易了。当然你看这边也有一些公交站点，你也可以到了从化街口那边呢，转乘公交车到这边来。看来这条骑行道呢还继续在向北延伸，我看看可以去到哪里啊。这边马路两边呢有很多温泉的旅馆、酒店。左侧呢就是碧水湾温泉度假村，起码存在了20多年了。这边呢有一条岔路啊，我看着上水精品设计酒店的牌子，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。
这边有没有去河的那个路啊？走外面这里，走外面可以去，就是好，谢谢你。在酒店的停车场逛一圈啊，没有路可以去到河边。保安说从边上这条路可以去到河边，我们去走走看。原本呢都是一些农村呢，但某些地呢都已经用于酒店开发，变成了一些客房了。我们往里面去走走。还有人放鞭炮。好像此路不通啊。留了一条道，看来这边柳暗花明了。从化鸭洞河就在我的左侧了，看看是不是有一条道可以去到对面的呢？果然啊，这边是有一条道可以去到岸边的，还不错。嚯，我眼前就是漂亮的鸭洞河了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走一走，这条绿道很美啊。左侧叫鸭洞河，这个河水呢非常浅啊，非常清澈，还架了一些桥可以去到对岸。对面呢应该就是社稷小镇啊。我们在这条道上骑一下，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这个右侧这些绿化还没有搞完啊。所以从化呢就是自然美，而且人少，有很多的山，很多的河，很多的绿色，这些都是希望得到心情安静的人的最理想的地方。怎么看到还有一个从化两口机场是什么所在呢？直升飞机机场吗？我们先到这个鸭洞河边上来观望一下啊。你看啊，一层一层截流以后，这里就变成了一条河道，非常美啊。这一路过去呢，有很浅的这种浅滩。前面呢，我记得以前做了一些石头的水牛，放在河里，但有一次发大水，正好把它给冲垮了。我看到对面有从化两口机场，这个什么所在呢？
这条道呢，大概修到这边啊，就到头了。这是鸭洞河上的一座桥，我们到这边来观望一下啊。这就是鸭洞河，就大家在这个河里可以踩着这个石头过河。然后我们看到，现在正对着前方呢，就是设计小镇的那个楼，开什么国际设计会议的一个地方。连绵的青山，这边有个小河，现在没有完全完工，但是样子已经出来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然后转过来呢，这边也起了一些楼，居然搞了一个从化两口机场，不知道是啥。我们也到他跟前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。中国呢，一般都这样啊，在这种离城市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呢，首先肯定就是需要按一个名字有个所谓的发展规划，比方说你要搞一个设计小镇还是创意小镇之类的，然后呢就会引进这些资本进来，在这边呢最终就是起楼卖楼。像从化这边呢，当然最好就是搞这种养生行业啊。其实设计也是不错的，设计师在这种地方呢，应该是比较能够产生灵感的地方。但最终目标呢，肯定就是卖楼。只有卖楼，才可以使得这个地价形成一个正向的，政府就会从中获得足够的收入啊，滚动来开发这个区域。基本模式都一样。现在政府呢也学得聪明了啊。就不是像以前甩手掌柜，卖了地以后什么都不管。现在呢，他会做一些表面的功夫，比方说把周围的绿道搞好，环境搞得比较美，让那些投资者来到这边呢，就对这边的环境、进出的交通有了一定的信心，然后呢，就会在这边投资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边上啊，这种芦苇啊，长得比树都高了啊，这说明呢，这边还是缺乏管理啊。但这条貌似绿道这样的马路呢，还是通向这个鸭洞河的上游去了。这样的道路啊，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讲，肯定是非常不错的。没想到这条绿道啊，虽然比较粗糙、比较简陋啊，但是它还通得蛮远的。顺着这条鸭洞河，我们有一种爬坡上山的感觉。继续到前面骑一阵，看看是什么所在啊。
我还是第一次顺着这样的一个绿道，我相信这绿道应该也这几年建起来的吧，骑到那么远。看看这是哪里啊？我们来看一看。鸭洞河为流溪河流的支流，位于从化区良口镇，发源于大水坑，向东向西依次经过梁平村、塘尾村、梁明村，在松院口流入流溪河，长约15.49公里啊。本次建设综合整治河道是9.68千米，大概这样的一个地方啊。上面有图，专门是告诉你在哪一段进行了这样的美化建设。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上面不知道还有多远啊，我们再去走走看吧。但是刚刚搞好的这种鸭洞河的标志上面的字有些都掉了。现在呢，我面对的就是一片开阔的这个山坡地啊，这个后面呢就是青山，有很多山还挺高的。我们再往里面稍稍的骑一段。骑行呢，真的有时候乐趣就在于你会不断的发现一些新的地方，有些新的美景等着你去发现。河边也种了很多的小树，有些呢已经开出了花来了。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河里有那么多的这种卵石，圆圆的石块，是以前就有的从上面滚下来的吗？还是后来就人工的把它放进去的呢？这个河呢，从上面流下来啊，它做了一个个的水坝，就形成一节又一节的类似这种水库一样的地方嘛。我看前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水坝，但是这个水真的很少，还没有形成水流啊。你看这个河床都是露出来，也可能季节性的关系吧。这边好像是一个集散地啊，有人在这边扎帐篷，也有人在这边钓鱼，还有村民出售一些简易的网，让大家这边捞鱼。这条路还可以继续往前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政府还是花了一些钱啊，组织了人力物力，把这个山里面的河流的两边呢，做了一些初步的整修，就使得游客
不管你开着车、骑着车，或者是走路，都可以去到更里面来跟自然更多的接触，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。还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让农民们、山民们能够接触到外面的社会啊，怎么能够去想着利用他们的资源做一些生意，这也算是政府的抛砖引玉吧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政府愿意干这样的事都是一件好事。我不知道它是浇花呢，还是打药水呢。左侧就是山民的这些房子了，这边有个小广场，还可以去到河的对岸，但是似乎这边已经无路可去了啊。好吧，要转到对岸去了。我们在这边再来观望一下啊。你看这个鸭洞河这一段已经上游了，我已经骑了有5-6公里了吧，这么骑进来啊。本来呢，这个绿道我是从我的右侧骑进来的，这边有些山民的房子，但对面的其实这段也已经做好了，不知道还有多远啊。那既然有路，我们再去转一转吧。山清水秀的地方啊，加上这种涂成绿色的这个绿道，我觉得真的在这样的地方骑行啊，又有无限风光，又能心情舒畅啊，这是最佳的骑行道。这边又搞了一些节流的这种小水坝，对面好像还做了一个什么广场啊。真是不错的地方啊！你看，还有很多翠竹，但是田里更多的可能就是荔枝树、龙眼树啊，还有已经败掉的这些香蕉树。所以大家一直说呢，广州的母亲河就是取水的河流啊，应该是流溪河，所以对流溪河两边产业这种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啊，就你不能污染这些水源。但流溪河呢，虽然发源于这个附近的地方啊，但其实它也是有各种支流，像这个鸭洞河等等这些小河呢，汇集到一条大的流溪河，一直流入到广州去的。真的，这种地方有时候让人流连啊。但是呢，我也不能骑得太远吧，我还要往回骑，所以也只能在前面见好就收了。可惜啊，这里车是开不进来的，否则我一定要介绍我的家人到这边来逛一逛啊。但是他们不骑车，
没有办法像我这样深入到这种乡村里面，就这种山脚下的地方啊。话音刚落，又一段拍摄重新开始了啊！但是我看电池已经即将要断了，快要没电了啊！再录一阵子，我换电池，我们在前面可能就要打道回府了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骑了16点几公里了，在105国道呢骑得很快啊，保持着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大概就10多公里了，就是多看一看，多欣赏一些美景啊。哇，真没想到这条道还居然伸到那么的里面来，它到底要通向何处去呢？继续在鸭洞河上游骑行，这边的道路啊已经变窄了，但是呢，感觉离这个河道更近了。这个山里人家已经很少了，偶然会碰到一些山民的房子，但大部分呢都是原始的状态啊。前面呢又有一座跨河的小桥，但我不知道这个路是不是到此就结束了呢？虽然这个路还在，而且是个汽车道，但这条绿道呢到此为止了。那我们就在这边作为我们鸭洞河的骑行的终点啊。你看，这是上游过来的。其实你要开车的话呢，是一路可以上去的。弄得不好，一直可以去到这边有一些，就是流溪河的源头那里啊，那边有一些村庄。我们在桥上掉头，但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呢，有高速公路架在半山，非常高的。我相信这边呢是应该可以一路骑回去的，但是走的是公路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走这个漂亮的绿道吧。哇，这里面好多的这些竹林啊！我这竹林真的跟江南的竹林也没什么区别啊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想到里面稍稍再去转一圈，看看这些竹林，还有开着花的树。七境之鸭胗都，这是个地方嘛？哇，你看这些竹林还是很漂亮的。
想必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山村。哦，原来这边还可以继续骑行的这条绿道还是延伸进到村里面。这边农民也不是实际的搞一些什么营地啊，可以在这边烧烤。前面呢还搭了很多的帐篷，就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愿意到这边来搞一些休闲的活动啊。果然竟然是对的啊！这条路不但没有终止，还继续向着鸭洞河的上游延伸。这里有采桑果子，真没想到啊，这条道延伸到那么里面。骑到这边呢，这条道好像越发的简陋了。我们再往里边骑一下。所以刚刚我看到介绍说，这个绿道呢，好像已经有9公里左右就修建到这个鸭洞河的岸边啊。那我看看，确实还没到9公里呢。说这里农民的房子建得还不错，在河边，在山谷底下，望着大片的绿地，很美啊。也可能有些已经变成了让大家到这边来玩的农庄了吧。终于第一块电池呢用完了，更换了一块备用电池，我们继续在这个小道上向前骑行。我就看到对面啊，应该已经有了一些农庄啊，有些房子建的还是蛮时尚，应该是当做一个项目在经营吧。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桥可以掉头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在鸭洞河绿道上骑行。虽然这条绿道呢渐渐变窄，听到了一些村民说话声。右侧里面呢应该是有房子的。就河的对面呢是有一条公路啊，大家可以开车进来的。这边呢就只有骑行道。外面应该也有一条公路。有一种跟前面的大山越来越接近啊，但是好像总是摸不着它。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才能够到山脚下。就说话的当口呢，绿道结束了，
这里就是绿道的终点了。我们来环顾一下，这很有意思。我刚刚就从我后面这一路的骑过来的。很旧的这个绿色的绿道，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是来到了它的终点了。那我们就不再往前去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山啊，那些山岚像云雾一样的在飘动，在树上有各种各样的鸟类，但是我听到更多的是这个溪流的流水声。这已经到了鸭洞河的深处，应该到了从化的秘境之中了。相当不错，我们从这边呢骑回去啊，也算是探索了一下这条鸭洞河能够去到最远的绿道可以骑行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条小桥可以去到对面去啊。就对面呢，我看停了很多车，有很多人好像在这边住着，进行农家乐的活动啊。好了，我想回去的路啊，应该是一条下坡道吧，更快捷的可以回到设计小镇去。骑了不到19公里啊，我们现在掉头回去了。但是从这边呢，还是可以继续来张望一下这条河两边的风景。这个右上方啊，这个高速公路应该就是大广高速啊，去到吕田、去到韶关的一些地方吧。但是这一段的绿道呢，两边啊就有些荒凉啊。你看这种芦苇啊，真的是2-3个人那么高。有些道路呢已经损坏严重了啊。你看，有些绿道已经被那些沙子覆盖的差不多了，这还是疏于管理吧，来的人应该并不多。风已经很大了啊，但是我的手已经暖了，骑了那么长的路啊，把身体已经骑暖了。人有时候就这样的啊，刚刚我其实想放弃了，但是就这么一个闪念，就想稍稍再往前骑一下啊，就探一探它的终点在何处。结果真的就到达了它的这个终点呢。所以相对来讲啊，我们还是骑完了整个鸭洞河边上的，应该没有9公里啊，也接近9公里的这个路程，为自己的探索呢感到心满意足啊。又经过了这一大片的竹林，这里的竹子都是一重重的啊，就有些呢像凤凰的尾巴一样，所以这边的竹子被称之为凤尾竹，就姿态非常的美啊。但是呢，它不是很粗壮，
还有它的那个笋并不是很好吃，很多都是比较涩，没有江浙的那种笋那么好吃。好，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桥的这一侧啊，刚刚我就是从这里骑进来的吧。真别墅，我又走错了。刚刚其实在右侧这条绿道骑进来的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原路返回比较保险一点。还不错啊，骑了1个来小时呢，已经骑到了鸭洞河最里面绿道的终点处了。现在我顺着这条鸭洞河往回骑。这个鸭洞河里的河水真的非常的清亮啊，但今天风很大，我现在迎着风在骑，你可以看到河里的这些水的波纹呢，还是非常生动。这段鸭洞河景色真的很美，而且呢是第一次进到里面来探索，非常满足，也非常希望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如果有骑行爱好者到这个附近来骑行，或者是你开着车到从化来休闲，就可以到这边来停下车，在鸭洞河边上呢稍微走一段啊，我觉得肯定让你心情大悦，能够有更多对自然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也想把这段分享给我的朋友们。那我就会继续向前骑行了，但是呢，等一会儿我们再见啊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